為什麼埃隆·馬斯克總能贏呢？這不僅僅是一個商業問題，更是思維問題。我們這期節目呢，就是對紅杉資本合夥人 Sean McGirr 的訪談解析。YouTuber Rentless 的信息採訪密度呢，直接拉滿。Sean 是硅谷極少數真正讀懂馬斯克算法的投資人。Sean 不僅擁有數學與物理博士學位，更是曾經作為科學家服務於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，並部署阿富汗前線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，他在少年時期曾是一名頂級的職業電競選手。如果你想理解頂級組織如何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判斷，以及為什麼大多數人永遠都看不懂真正的創新，這期節目呢，將重塑您的世界觀。Sean 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比喻，他說呢，馬斯克就像 AlphaGo， 對，就是當年擊敗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和柯潔的 AI。AlphaGo 呢，會下一些圍棋選手完全看不懂的棋，但17步之後呢， AlphaGo 就贏了。大家這時候呢才會意識到，天哪，這步棋太瘋狂了。和馬斯克共事呢，就是這樣的感覺。他會做一些極其違反直覺的決策，Sean稱之為 6D chess moves。您在當下無法理解，但6個月或1年後你就懂了，而且看起來就像先知一樣。這聽起來就像是圍棋術語中神之一手，馬斯克是這個金字塔的塔尖。對於馬斯克的決策呢，團隊成員所需要的就是信任系統和執行，而不是無休止的質疑。這並不是盲目的忠誠，這是理解埃隆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。你要相信這個系統，相信你們前進的方向，對隊友忠誠，以使命為導向。這些特質加上能力和敢於自我下注的勇氣，您就會做得非常好。為了解釋這個觀點呢， Sean 詳細闡述了智力存在約為15個清晰層級，並使用了國際象棋等級分作為類比。核心觀點呢，就是高維能看懂低維，而低維呢看不懂高維。如果你讓一個2850分的選手對戰2700分的選手，他們99%的時間都會絕對碾壓對方。但是如果你讓一個1000分的玩家隨機看1400分、1800分、2600分選手的棋譜，他們基本上沒有能力分辨誰的水平更高。那麼馬斯克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？在媒體瘋狂渲染馬斯克接管推特後的大裁員，將其描述成極難相處的暴君時， Sean 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視角。他揭示了能與馬斯克長期並肩作戰，尤其是作為資本合夥人的真正門檻，也就是投入、閉嘴加上全天候。首先來看一下極致的投入。在這個圈子裡，光有錢是不夠的，你必須願意真正的去幹活。Sean 舉了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例子，也就是 Antonio Gracias 作為 Vela Equity 的合夥人。他作為投資人呢，他竟然能夠在特斯拉產能爬坡最艱難的時刻睡在工廠裡參與生產。Sean 評價道，當你願意做到這種程度的時候，你就贏得了屬於你的勳章。其次呢，是閉嘴的藝術，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。Sean 用了非常粗暴但真實的語言。當你掌握信息的時候，請把嘴閉上。當你試圖真正改变未来走向的時候，有時候需要出其不意。大多数投資人呢都會泄密，能守住秘密呢是一個非常低的門檻，但大多數人做不到。然後呢，就是要成為全天候的戰友。不僅要在好天氣，也就是順境的時候在那裡，更要在壞天氣，也就是逆境的時候在場。在特斯拉和 SpaceX 數次瀕臨破產的時刻，是這些全天候的戰友支撐住了局面。Sean 認為 Antonio 在這方面做得比歷史上幾乎任何投資人都要好。另外呢，當您看到馬斯克同時運營特斯拉、SpaceX、Starlink、Boring Company，
Neuralink 等令人眼花缭亂的科技新貴時，你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每周112小時和個人能力。但希望指出，我們都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維度，那就是不僅僅有埃隆這個個體，還有埃隆的集體，也就是 Elon the Collective。這才是他同時保持多線作戰的關鍵。馬斯克的真正力量來自於這個由大約20個核心成員組成的精英團隊。這個團隊呢，首先有信任基礎，他們與馬斯克共事都超過10年，建立了難以置信的信任。然後呢，是自主執行能力，他們幾乎都能讀懂馬斯克的想法，在某些情況下無需請示就能夠自主的、規模化的、精確的執行他的意志。而且他們能夠自主執行他的意志，並且是帶着力量、規模和精準度去執行。據我所知呢，硅谷其他企業家根本不具備這種運作方式。為什麼其他公司無法複製呢？這種組織效率不是靠制度就能夠速成的。這種精準的默契和判斷邊界，比如知道什麼時候需要上報決策，什麼時候可以獨立處理，至少需要10年時間，不斷通過實戰去測試彼此能力的極限。接下來呢，讓我們再來聊一聊極端的人才筛選机制。Sean用一句極具衝擊力的話總結了馬斯克旗下公司的人才體系，那就是給他們繩子，讓他們自己上吊。這個體系創造了強大的自我篩選效應，它極其殘酷，但效率非常高，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留下組織中最頂尖的1%的精英。而且馬斯克還提供了一個雙軌制的職業通道。首先呢，是急速的晉升通道，如果你真的能執行並帶來結果，你的晋升速度將遠超地球上幾乎其他任何的組織，你獲得了在其他地方永遠得不到的權力、資源和地位。然後呢，就是對失敗的零容忍，如果你主動承擔任務後搞砸了一次，你就完了，或者至少会被卡在那個位置，徹底失去馬斯克的信任。所以在這個組織裡的核心生存法則就是不要高估自己，任何人都可以舉手說這個任務我來做，那麼成功了就會晉升，繼續往上攀爬，失敗了就會直接出局或者被邊緣化。最關鍵的是邊界感。Sean強調呢，這裡的文化是要承認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做到，或者我覺得別人更適合，這是完全可以的。這與主動承擔任務的要求是不同的，你必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極限。馬斯克對人才的判斷力幾乎是一種超能力，這一點無法偽裝。Sean分享了一個細節，馬斯克有一次面試一位大學專業是經濟學的年輕人，他一眼就看穿了，你不會去做商務拓展，你真正的天賦是機械工程。這個年輕人呢，後來果然成為了公司的資深工程師。那麼為什麼馬斯克旗下的公司總被低估呢？是因為我們習慣了線性思維，而他致力於非線性創新。Sean在訪談中說，我問這個 The Boring Company 的負責人 Steve， 把 Zero People in Tunnel Continuous Mining 的目標鑽孔機放在 SpaceX 技術系譜裡呢，是什麼難度呢？他說這個鑽孔機呢比獵鷹9號稍微難一點，比獵鷹9號可回收版本容易一些。你想想看，這個設備的工程難度比獵鷹9號還要高，但是呢，人們不理解，因為他們只會拿一個鑽孔機和另外一個鑽孔機做線性比較。原因呢很簡單，人們看不出獵鷹1號、獵鷹9號、獵鷹9號可回收版本以及星艦之間的代際差異。所以呢，The Boring Company 現在就像2009年之前的 SpaceX 一樣，在達到0人隧道持續採礦這個里程碑之前呢，外界感知不到進展，但是一旦實現，認知就會瞬間跳躍10倍。埃隆呢有句話，人們只對先例和極致有反應，也就是只對precedence 和这個 superlatives 有反應。人们无法理解有效载荷質量或者軌道的差異，但是如果火箭爆炸了或者火箭着陸了，這個是普通人能夠直觀理解的。Sean還舉了擎天柱機器人的例子，他在特斯拉活動上看到20個擎天柱機器人走出來，
他們從30到40英尺外走過来，我一開始呢真的分不清是真人演員還是机器人，我就先看脸，就像看人一樣，然後我就開始往下看身体，直到看到腰部呢非常的窄，不像人類，我才確認這是真的機器人。這種體驗呢就創造了非線性的心理衝擊，讓人們真實感受到未來正在到來。這就是馬斯克所擅長的，創造里程碑式的具有震撼力的时刻，讓人們呢能夠直觀理解即將發生什麼。而這也是圖表和數據永遠做不到的，這也是刻意制造的極致時刻。另外呢，肖恩認為馬斯克在下注規模上的能力被嚴重低估。我認為呢，他是史上最偉大的資本配置者之一。關鍵不僅僅是他對技術的直覺，我認為他在下注規模上呢也極其聰明。Sean以 Starlink 為例，說明了從小注到大注的過程。SpaceX 呢，大概在2013年開始研究星鏈，但投入不大。他們在等109號實現可回收，在2016年實現後，又用了2年解決技術的細節，到2018年左右呢，馬斯克才確認所有要素就位。也就是說，第一要素，相控震懾頻技術足夠成熟。第二呢，發射成本經濟可行，因為火箭可以重複利用。第三呢，是每年飛行次數可以大幅增加，不用每次都造新火箭。这個時候呢，小賭注升級為中等賭注，等中等賭注的單位經濟模型驗證後呢，再升級到大賭注。所以呢，馬斯克的下注能力呢，和他的技術直覺一樣精準。他不是盲目投入，而是遵循一套嚴格的技術驅動的驗證流程。只有當底層技術，比如火箭可以回收和单位经濟模型得到雙重驗證時，他才会配置巨大的資本。除了上面的7條以外呢， Sean 也詳細解述了紅杉資本怎麼下注 SpaceX。今天呢，投資在 SpaceX 看似是顯而易見的黃金交易，但在2019年呢，情況截然不同。當時呢，特斯拉市值僅有40到50億美元 ，Starlink 前景不明，航天產業呢仍然是冷門。Sean 透露呢，最初的投資討論是我參與過的最具有爭議性、最激烈的對話。有一位普通合夥人呢，甚至投出了1分，滿分呢是10分，這是我在紅杉見過的唯一一次。面對紅杉內部巨大的壓力呢，當時呢，團隊希望投資6億美元，但是面臨非常高的懷疑。Sean 呢沒有接受不的答案，他採取了下面的策略。面對巨大的阻力的時候， Sean 採取了漸進式策略。第一步呢，他最終爭取到了2000萬美元的小額試探性投資，這讓他有機會進入內部持續觀察公司的真實進展。第二步呢，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，每3周呢，向所有決策者送一次更新。這樣做有2個效果，一是讓他們看到呢你有多麼痴迷，二是讓他們看到縱向的數據，看到進展的1階導數，也就是變化率，2階導數，也就是加速度。你通常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呢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改變人們的想法。肖恩還總結到呢，你很難用一個靜止的數據點改變人心，但通過持續展示變化的速度呢，你就可以隨着時間的推移重新校準人們的認知。投對了不是因為運氣，而是因為他有能力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等級差異。所以呢，等我們聊完這期呢，你也許就會懂了。每次全世界喊馬斯克這回要記的時候呢，半年後呢，他又把所有人按在地上摩擦，這不是運氣，是降維打擊。想要看懂馬斯克或者任何頂級的創新者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用現有的經驗去套用，而是試着爬上那第15級台階，去理解那個阿爾法狗眼中的棋局。如果你對肖恩經歷以及 VC 投資思想，或者他為什麼說低估了黃仁勳感興趣的話呢，請在評論區留言。好了，這期節目就先到這裡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、關注、分享，我們下期再見。Houston, Tranquility Base here. The Eagle has landed.